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魏征与李世民的权力博弈。说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完美君臣，大家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组合，毫无疑问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名臣魏征。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李世民是从谏如流的千古一帝，魏征是直言敢谏的一代名臣。李世民那句著名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没阵亡一镜矣，更是把这段君臣关系推向了神坛。但是如果我们拨开历史温情脉脉的面纱，去审视那些被刻意隐藏在史书褶皱里的细节，你会发现一个让人背脊发凉的真相。在这段被后世儒家文人传颂了千百年的君臣佳话背后，其实充满了政治算计、权力博弈，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由两个绝顶聪明的人共同配合完成的各取所需的政治表演。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只需要看一个历史事实。贞观17年，魏征病逝，李世民悲痛欲绝，废朝5日，甚至亲自为魏征撰写碑文。可是仅仅过了不到半年，李世民就突然翻脸，不仅单方面取消了衡山公主与魏征长子魏书玉的婚约，更是下令一锤子砸毁了魏征的墓碑，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砸碑悔婚。如果两人真的是情同手足、心胆相照的完美君臣，李世民为何要在魏征尸骨未寒之时做出如此决绝、如此破坏自己人君形象的事情？究竟是什么触动了李世民最敏感的神经？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就必须回到贞观元年，去看看这场千古君臣大戏是如何开场的。这一切都要从那场血腥的玄武门之变说起。武德9年6月初4，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亲手射杀了大哥李建成，逼迫父亲李渊退位。这场政变虽然让李世民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但也给他留下了致命的政治隐患。杀兄、屠弟、逼父，这在讲究三纲五常的封建时代是绝对的十恶不赦。李世民虽然坐上了皇位，但他不仅面临着道德上的破产，更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危机。当时李建成的旧部依然掌握着不少地方势力，尤其是山东豪杰集团，对新政权充满了敌意和不信任。整个大唐帝国表面上虽然平静，暗地里却波涛汹涌，随时可能发生兵变或者叛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李世民急需做两件事：第一，安抚太子旧部，稳定天下人心；第二，给自己打造一个仁德宽容的新形象，洗刷玄武门的血迹，重建政治合法性。就在这个时候，魏征进入了李世民的视线。魏征是什么人？在遇到李世民之前，魏征的履历可以说是非常尴尬，甚至是不堪的。他早年参加过瓦岗军，后来跟了李密，李密失败后投降唐朝，不久又被窦建德俘虏，成了窦建德的部下。窦建德败亡后，魏征再次降唐，成为了太子李建成的东宫闲马。在李建成手下，魏征可以说是出谋划策，甚至多次劝说李建成尽早除掉李世民。可以说，魏征不仅是太子的核心幕僚，更是李世民的死对头。当李世民把魏征叫到面前，厉声质问他：“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感情？”时，魏征展现出了他极其高明的政治智慧。他没有跪地求饶，也没有痛哭流涕，而是挺直腰板，不卑不亢地说了一句：“皇太子如果当年听了我的话，绝对不会有今天的祸事。”这句话堪称千古绝唱。表面上看，魏征是视死如归，但实际上这是一次极其精准的政治投资。魏征看透了李世民目前的处境，他知道李世民现在最缺的不是一个杀人立威的借口，而是一个展现宽宏大度的活招牌。果不其然，李世民大喜，不仅没有杀魏征，反而对他委以重任。我们来深刻剖析一下李世民为什么选魏征。其实原因非常现实且功利。第一，魏征是李建成的核心谋臣，留用魏征就等于向全天下所有太子旧部释放了一个最强烈的信号：连魏征我都能原谅并且重用，你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这是一个绝佳的千金买马骨的政治秀。通过重用魏征，李世民兵不血刃地安抚了东宫旧部和山东士族，迅速稳定了政局。第二，魏征出身普通，
背后没有强大的关陇贵族门阀撑腰。在朝堂上，魏征是一个绝对的孤臣。李世民用他，不用担心他结党营私，不用担心他尾大不掉。魏征的权力来源100%依赖于皇帝的恩宠，这对于刚刚经历过激烈权力斗争的李世民来说，是最安全的政治资产。那么，魏征为什么愿意配合李世民呢？因为魏征也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生存需求。魏征熟读经史，有着强烈的儒家士大夫情怀，他渴望实现治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但他的前半生颠沛流离，屡战屡败，如今已经年近半百。如果此时他不抓住李世民抛出的橄榄枝，他不仅会死于非命，而且在历史上只会留下一个乱臣贼子或者无名小卒的骂名。李世民需要一个大度的明君形象，魏征需要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和一个名垂青史的机会。两人一拍即合，一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也最精彩的政治双簧正式拉开帷幕。贞观之治的岁月里，李世民和魏征上演了无数次进谏与纳谏的经典戏码。史书上记载，魏征一生向李世民进谏了200多次，从国家大事到皇帝私生活，事无巨细，甚至经常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和李世民争得面红耳赤，让李世民下不了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长乐公主出嫁。长乐公主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最疼爱的女儿。公主出嫁时，李世民下令嫁妆要比当年唐高祖的长公主多出1倍。魏征立刻跳出来反对，引经据典，认为这违背了礼制，会让天下人觉得皇帝骄奢淫逸。李世民气得半死，回到后宫跟长孙皇后抱怨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结果长孙皇后却换上正式的朝服，向李世民道贺，说有魏征这样的大臣是国家之福。李世民最后不得不咽下这口气，削减了嫁妆。类似的故事在《贞观政要》里比比皆是。这些故事读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仿佛魏征真的是一个不怕死的海瑞式人物，而李世民真的是一个毫无私心的圣人。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去审视，就会发现这其中充满了刻意的表演成分。李世民是个什么样的人？那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绝代统帅，是敢在玄武门亲手射杀亲哥哥的狠角色。他的性格底色是极其强势、极其刚烈的。他真的那么喜欢被人当面指责吗？绝对不是。李世民之所以容忍魏征，甚至鼓励魏征骂他，是因为他需要这种骂。这种纳谏本身就是一种高成本的政治公关。玄武门之变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李世民的心头，他必须向天下人、向后世史官证明，虽然我杀兄夺位，但我是一个比李建成、比历代帝王都要伟大的圣君。要证明自己是圣君，光有武功还不够，必须要有文治。光有文治还不够，还必须具备古代圣王的核心美德，从谏如流。魏征就是李世民为自己量身定制的这面镜子。魏征骂得越狠，李世民表现得越宽容，李世民的明君光环就越耀眼。魏征的每一次犯言直谏，本质上都是在为李世民的圣君人设添砖加瓦。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魏征的进谏虽然态度极其严厉，但往往都把握着一个极其精准的度。他批评的多是礼仪制度、生活作风、用人失察等问题，他从来不触碰李世民的绝对核心权力，也绝对不干涉兵权。魏征是一个极其聪明的政治家，他深刻地明白一个道理，李世民要的是名声，而不是交出权力。所以，魏征在扮演直臣的时候，始终守着君臣的底线。他给了李世民想要的明君光环，李世民也给了他想要的直臣美誉。这是一种基于高度政治默契的利益交换。在这种默契下，两人共同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繁荣，也共同享受着政治表演带来的巨大红利。李世民成了千古一帝，魏征成了千古名臣。可是，只要是表演，就总有落幕的时候；只要是利益交换，就总有利益冲突的一天。随着贞观统治的深入，大唐国力鼎盛，四海宾服。李世民的皇位已经稳如泰山，玄武门的血迹也早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去。
此时的李世民对明君人设的需求开始降低，而属于帝王的骄傲和独裁本能开始觉醒。他开始觉得魏征的喋喋不休有些刺耳了。他不再像贞观初年那样对魏征言听计从，特别是在征讨高句丽等重大军事决策上，李世民开始展现出钱刚独断的一面，这让习惯了君臣共治模式的魏征感到深深的忧虑。魏征敏锐地察觉到了皇帝心理的变化，他知道伴君如伴虎，这场政治戏码如果不能完美收官，自己很可能会落得个凄惨的下场。于是在晚年，魏征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进行布局。一方面，他继续保持直言敢谏的姿态，试图用道德绑架的方式让李世民继续维持仁君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也开始在朝中寻找政治盟友，试图在自己死后依然能有人继承他的政治遗产，保护他的家族。魏征向李世民极力推荐了2个人，一个是侯君集，一个是杜正伦。魏征称赞他们有宰相之才，这2个人后来都身居高位，成为了朝廷重臣。贞观17年，魏征病重，李世民展现出了惊人的恩宠，不仅亲自去魏征家里探望，流着眼泪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的长子魏书玉，还在魏征死后给出了极高的哀荣。那句著名的三敬论就是在这个时候说出来的。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那将是一场完美的悲剧，一场毫无瑕疵的君臣绝唱。但是命运往往比剧本更残酷。魏征死后仅仅几个月，2件事情的爆发彻底撕碎了这对千古君臣之间温情脉脉的面具。第一件事，侯君集和杜正伦先后卷入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侯君集被处死，杜正伦被流放，这让李世民雷霆震怒。魏征生前极力推荐这2个人，现在这2个人却参与谋反，李世民不禁开始怀疑，魏征当年推荐他们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在朝中结党营私？难道魏征在生前就已经参与到了皇子之间的储位之争中？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大臣结党营私、干预皇储都是绝对无法容忍的底线。李世民的猜忌之心瞬间被点燃。紧接着，第2件事爆发，这也是压垮李世民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人向李世民密报说，魏征生前把自己给皇帝写过的所有谏词、奏折都偷偷抄录了一份，交给了当时的起居郎，也就是负责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史官褚遂良。得知这个消息后，李世民感受到的不是愤怒，而是彻骨的寒意和深深的背叛感。为什么李世民会如此反应强烈？因为魏征的这个行为触碰了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中最深层的禁忌——沽名钓誉、卖直取忠。李世民突然明白了，他一直以为魏征的犯言直谏是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是为了他李世民好。但现在看来，魏征把这些激烈批评皇帝的言辞偷偷交给史官，其目的昭然若揭。魏征是要在青史留名，是要向后世证明他魏征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忠臣，而他李世民不过是成就魏征忠臣名声的一个背景板，一个曾经犯过错，需要被魏征不断纠正的昏君候选人。在古代，君臣之间有一条潜规则，叫做把功劳归于君上，把过错留给自己。可是魏征恰恰相反，魏征通过向史官泄露谏词，实际上是在抢夺历史的解释权，把直臣的美名留给了自己，把纳谏的被迫和过失留给了皇帝。李世民是个极其骄傲的人，他一生都在为了洗刷玄武门的污点而努力塑造完美皇帝的形象。他容忍魏征的批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宽容。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演了17年的圣君，最后居然成了魏征青史留名的垫脚石。在李世民眼里，这不再是进谏，这是背刺；这不再是忠诚，这是算计。这不仅仅是针对他个人的背叛，更是对皇权至高无上尊严的挑战。原来，在这场长达17年的君臣双簧里，魏征并不是完全受制于他的演员，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政治算盘的导演。愤怒到极点的李世民立刻采取了最决绝的报复。他下旨解除衡山公主与魏书玉的婚约，这代表着皇室彻底剥夺了对魏家的政治庇护。
随后，他下令推倒自己亲自为魏征撰写并书写的墓碑，将碑文砸得粉碎。砸碑在古代是极其严厉的惩罚，意味着剥夺死者的政治荣誉，让其在阴间也无法安宁。一代名臣的后事竟然以这样一种近乎身败名裂的方式草草收场。砸碑事件撕开了所谓千古君臣的美丽外衣，露出了封建皇权政治最冷酷、最真实的一面。在这里，没有绝对的忠诚，也没有无私的包容，有的只是权力的平衡、利益的交换和对历史名声的疯狂争夺。然而，历史的戏剧性往往就在于它的不断反转。贞观19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结果遭遇了空前的挫折，唐军损失惨重，无功而返。在撤军的路上，身心俱疲的李世民面对满目疮痍和受损的威望，发出了一声长叹：“魏征若在，不使我有事行也。”意思是说，如果魏征还活着，一定拼死也会阻止我发动这场战争，我也就不会遭受今天这样的耻辱。随后，李世民下令重新修好了魏征的墓碑，并重赏赐了魏征的家人。这段历史常常被后人解读为李世民知错能改，念及旧情，但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一次精妙绝伦的政治操作。征讨高句丽失败，极大地打击了李世民的政治威望，朝堂上下出现了动荡的苗头。李世民需要一个台阶下，需要一个借口来推卸决策失误的责任。重立魏征的墓碑就是他找到的最好台阶。通过怀念魏征，李世民向全天下传递了2个信号：第一，我这次失败不是因为我不行，而是因为我身边缺少了像魏征那样敢于阻止我的忠臣。第二，我依然是那个懂得反思、虚怀若谷的明君，我又回到了贞观初年那个从谏如流的状态。在李世民生命最后的几年里，魏征这个名字已经彻底剥离了具体的肉身，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政治符号。砸碑是因为魏征这个真实的人侵犯了皇权的利益，重立墓碑是因为李世民需要魏征这个政治符号来修复自己的明君金身。回望大唐贞观年间的这段风云变幻，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李世民与魏征的这段君臣关系？说他们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虚伪作秀，显然有失公允。因为正是他们之间的这种配合，真正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伟大成就。国家得到了治理，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大唐帝国走向了繁荣。在那些激烈的争吵中，一定有出于对国家命运的真实担忧，也一定有理想主义光辉的闪烁。但如果我们依然天真地认为他们之间只有毫无保留的信任和纯粹的高尚情操，那也是对历史复杂性的无视。他们是封建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政治家的首要原则是理性算计和利益最大化。李世民用包容和隐忍换取了合法性和千古一帝的荣耀，魏征用胆识和智慧保全了身家性命，实现了治军尧舜的政治抱负。他们互相成就了对方，也互相利用了对方。在这场名为千古君臣的博弈中，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权力的逻辑和人性的幽暗。魏征看透了李世民的软肋，李世民也看透了魏征的野心。他们就像2个在悬崖边上跳舞的高手，稍微走错一步就是粉身碎骨，但只要配合得当，就能跳出名垂青史的绝美舞姿。真正的历史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童话，而是一幅充满灰度，交织着欲望、算计、妥协与伟大的长卷。魏征与李世民的故事之所以迷人，不在于它有多么完美，而恰恰在于它完美背后的残缺，在于它在极致的政治算计中依然结出了辉煌的文明之果。理解了砸碑与重立背后的深层逻辑，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才能真正看清那座叫做皇权的冰山下隐藏着的庞大而冷酷的根基。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